6颗彩虹糖有多难？妈，我彩虹糖怎么就只剩1包了？你吃了几颗呀？这1包总共就没几颗。哎，干什么？我还一片彩虹世界。别吹牛了，怎么都一帮初中生了，还这么爱吃彩虹糖？不过这小东西确实挺好吃哈。查一下它是怎么做出来的，保密。完，又要开始我的翻车之旅了。第一天，首先分析啊，这5颜6色的糖有5个口味，一个颜色是一个口味，形状是扁圆形，里面的糖是软的，外面有一层脆壳，是浓郁的水果味儿，边是香精调的。那咱自制肯定有天然的水果，柠檬、橙子、苹果、葡萄、草莓，那5种水果榨成汁儿些，纯天然的5种味道。但各种口味啊都必有柠檬，因为吃起来除了水果香气，都是酸酸甜甜的。另外啊，加柠檬汁儿也能防止水果氧化。糖呢分3层，由糖心儿、糖壳、彩衣组合而成。那第一步啊，先做这个糖心。查到一些老外分享的片段是用太妃糖的方子，但以我多次做糖的经验，它一定不是太妃糖那么硬的硬糖，所以这个温度啊不能超过140，那就120，赶紧离火，倒到垫子上，等不烫手了揪一块。好像太稀了，那140试试。哎呀，好像又太硬了。又找到另外一个老外的分享，说是用水替换淡奶油，糖熬到121度离火，加玉米淀粉和塔塔粉混合，拉扯均匀，就能得到一个有一股子生粉味的糖胚。像，但是不对，这老外的方子也不靠谱啊。第2天，天知道我试了多少遍，终于试出了一个理想方案。先做柠檬口味，熬到130度，关火，再加黄油，到硅胶垫上再加糖粉，拉扯均匀，才总算得到了一个又软又硬又有光泽的糖胚。揪一块。对比看看，哟，一模一样，尝一下味道，哈哈，也一模一样。那别的口味就是用各种水果汁儿替换一部分柠檬汁儿，5种味道的糖胚就齐活了。然后拉长，这糖凉了也是能拉得动的，剪成小丁儿。没错，这个又鼓又扁的形状需要一个一个捏出来。哎，好像啊。好在手能生巧，后边捏顺了也就快了。捏1盘4个小时的话，5盘也就2天吧。不过这产品还是很让人惊喜，咱这才是真水果味儿。不过第2层的脆糖才是难点。第5天，我打算先用翻糖的方式试试。棉花糖、饴糖、黄油水，隔水加热至融化，再倒入糖粉，然后搓揉成团，揪一块擀得像纸一样薄，拿1颗糖放上去，裹里面抠下来。哎呀，不错哟！但是晾干后一尝，果然没那么简单，不脆。那就试试拉糖，艾素糖和水熬到175度，趁热拉，到颜色发白有光泽。揪一块扯薄，赶紧把糖放进去，团起来，团起来。哎呦，硬得真快，不过倒是脆了，那就需要解决它迅速变硬的问题。要不翻糖和拉糖混合起来，好像变成了有延展性的脆糖。那就借助糖一灯，烤着揪起一片，碾薄，糖放进去，贴着糖粘紧，剪断离开灯，赶紧的捏平整。哎呀，成啦！放凉后口感是脆的，终于对了。第6天，那接下来又是一个费人的活了，对这5盘挨个穿上糖衣，不长，也就3天吧。终于搞定了最难的环节，这可是劳动的结晶啊！原本我以为3层的上色，只要用喷色笔刷的就完事儿了，而现实却是2色啊！冷冷的冰雨在脸。仔细观察后，我发现它这个彩色也是一层壳。那第10天，思考了1晚上，我决定用做好的翻糖加果蔬粉调成彩色，再加点黄油增加光泽。好像可以啊。那5种彩皮也就都这么搞了。所以下一步继续废人，糖皮就花生大小擀薄，最好比纸还薄，棉签涂一层水，把它放上去折过来，贴着捏紧，用翻糖工具抠下来，剪掉多余边，再捏好。是不是它？太像了吧！其他的口味也包上，这对比要不是有字儿，还真假难辨吧？再来个正面、侧面、剖面，算不算是全方位完美复刻？压裂的花纹也一样，但是全都穿一遍彩衣，又是3天，3年之后又3年，所以一共是用了多少天？开始做的翻车糖胚我也没浪费，所以就有了佩奇一家奶糖的彩虹糖更好吃。那终于到了最后环节，就是把所有的颜色混在一起，再欣赏一下它的五彩缤纷，就可以装罐子了。我打算今天拿着全部的彩虹糖去接王浩奇放学，还他一片彩虹世界，让他彻底实现彩虹糖自由。目标出现了，还你彩虹糖，开心大把炫。
要吃佩奇爸爸，好吃到点头。这么多也不吝啬啦，实现彩虹糖自由太开心了。